好，大家好，我们继续。那6.4是重中之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ackpropagation learning practice 就是说 backpropagation 这边的一个案例一个实例这样因为6.3就已经够复杂了那6.4是比它还要复杂，所以我们在写这份讲义是目前是花最多时间、最痛苦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问题还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开始是784output 是10，那我现在多了一个 hidden layer， 所以我们就后来内部开个会讨论，就是说到底有 hidden layer 有多少因为我们后来去研究很多的那个什么比较复杂的很多层的那一个这个神经的那个 neural 的 architecture 中间都会有一个叫 dense 会把它压缩，所以我们就把784把它压到100维，就是说等于是 hidden layer 就100维那 output layer 还是10维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出来那画这个图哇，这个就不好画了。当我画这个图，我才发现说我前面在画这个 backpropagation 的时候线画错了比如说这一条线你可以看到1到1 784到1就是这一个到 neuron 1，这个 neuron 2 1到2 784到2，那这个是 neuron 第100颗，有没有？所以等于是1到100颗 784到100颗所以这个线一定要弄对，因为线不弄对，你的演算法整个都 programming 会出现严重错误。那这个第二个是总共有10颗 neuron那这个100个 output， 所以1到1有没有1到1 2到1 100到1这是画了3条。那这个第10颗 neuron 1到100 2到100 100到10这个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就脑袋瓜就要很清楚一不清楚的话就画反了。那画反的话，整个演算法里面的那个计算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在所以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总共 input 的还是784维。那我们的 bias 还是把它设成是0那一样，我们用 f of x 等于 x 好，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话，我们的 hidden layer 用100，决定用100用100这样好的 output 呢 dimension 还是10维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的 training data 是这个样子哇，所以你看光跟这个版面的排版就要花好多力量所以同学到时候再认真看一遍甚至你要自己训练的话，可以把这个都擦掉，那自己再怎么样自己画一个图全部把那个布线画一遍因为在好多的作业跟那个考试里头，我就要求同学能够写出来因为能够写出来表示你对它整个布线 architecture 的布线是完全没问题那接下去 programming 的时候才不会头脑胀好，所以这个没问题这个copy 在这里给各位看。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矩阵的 form， 因为其实应该要多个一层的 hidden 所以但是因为这样讲下去会花很多时间所以后面也许我们会有2个 hidden但是不管多少个 hidden 我们大概最 key point 要先看 output layer那 output layer 的公式很明显，它的矩阵形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长得这样的所以原则上就是说这个是 S2， 因为我们总共2层嘛，有没有一层 hidden 一层 output， 所以这个 S2， 那 S2 的话在前面推导因为如果各位再回去看第4章 backpropagation 的推导有没有，就可以推出这个 S2 是长得这个样子那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前面 LMS 是一样的嘛， LMS 是一样的有没有只是它的 input 怎么样，它 input 变成前一层的 input， 不是直接有这边 input 来，就是等于前一层的，就是这个的前一层等于是100维的那个 input。这样就很简单就跟我们前面的 LMS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演算法几乎跟前面一模一样只是怎样，它的 input 怎样，它的那100条的 input 是从前面来的，观念就那么简单所以我就画一个图，再重新帮各位再复习一遍所以等于这一条要改的，第一条要改的就跟第一个 hidden layer 出来的 output 有关那第一层的 output 就是等于第2层的 input 所以都跟它有关，有没有所以这个都是一样那线要画对，就这个中间的某一个所以这个最后是它的 physical output 所以这整个的排版的那个线，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非常注意因为最后你那个 programming 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看这是第 I 颗 neuron， 那细节我们那问题麻烦大，就是我要来看我的 hidden
看我的 hidden， 那 hidden 的话就跑到这边来哈，所以那我们在复习，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用 S2， 刚刚已经给了嘛，所以我要计算 S2， 那 S2 是跟 S1 有关的哈，所以我就把它保留给各位看，就开始来计算啦，有没有？这个是 W2 转至，好，就等于后面这一层哈，那后面这一层已经改过了，刚刚才 update 过了，有没有？哦，转至以后变成这个结果，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就乘上我的 S2 有没有 ？S2 那 S2 就是 T 减 A 嘛，所以这个是10维的。注意哦，这是10乘以1有没有？那前面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哦，这个人这个是100，这是10维，10维，10维，有没有看出来？哦，这个10维有没有看到？嘿，没有问题，嘿，没有问题哈。好，所以这个等于是100乘以10，100乘以10，有没有看到？这样100有没有？若是100哈，所以乘出来等于怎么样？乘是100乘以1，好，100乘以1哈，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嘿，没有问题。所以 S1 是长这样，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它的那个维度哈。好，那这个我在打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哇，好累，所以演算完就出来了，哈，就说这个 S1 的演算完就出来了哈，所以就跟它有产生一个极大关系，嘿，好，那因为这一块就等于是怎么样？这个等于是100乘以1嘛。100乘以1哈，因为我们这一排的 output 有没有？这一排的 output 有100维啊，100维哈。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要来取代我们的 target 减去physical output 的那个值啊，因为它是夹在中间这样哈。那这个当然很多观念你还是要可以去慢慢把玩哈，慢慢把玩。好，所以我们就来开始做我们的 hidden layer 的数学公式哈。所以它公式就很明显，就是它变成是第一层啊，那变成 S1， 那这个它的 input 就是怎么样？就真正我们 A0 就是我们真正的那个784维的那个 input 进来哈。好，开始把公式带进来了，哇，在敲这个，你看敲的都头昏脑胀，有没有看到？等于是旧的，有没有？旧的，你看这个等于是我们公，等于是100乘上784，好，那这个后面等于乘上这个，好，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是784乘以1，这个是1乘以10，所以这个是784乘以10，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所以公式整个把它加起来，那加起来的话就是说好复杂。那这个复杂观念告诉各位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要改这一层哈 hidden 这第1颗 neuron， 我们现在总共100颗 neuron 嘛，我们有100颗 neuron， 有没有100颗 neuron？ 那我要改中间的某一层，好，就改中间的某一个，有没有看出来？应该写在这里，有没有？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好，你看我就在故意慢慢画，这是我真正从前面来的 input， 我是指中间的某一个，有没有进来？好，你可以看到再进来，等于是第 k 个，那等于第784，嘿，所以它有那么多条，好，那么多条，这中间的某一条。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但是我要改它的时候，本来是我要知道我的 target 减去什么，我的那个 physical output， 可是没有啊，因为它 hidden 在中间，所以我就必须 depends 怎样 ？depends 后面的 weight， 那后面的 weight 的变化就是变成是我们在什么？就变成前面定成这个 S2， 有没有定成 S2 的那个变化？好，变成 S1 跟 S2 的关键变化，那就导出这些公式出来哈。所以中间的复杂度，各位同学就再回去看我们的第4章，那它有一个因果的规律性，好，所以我就画这个图给各位看，非常的规律，有没有？非常的规律，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它必须跟它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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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有关。那你看这边写的非常好，这等于是 i 连到1，i 连到2，i 连到10，因为 output 的最后是10，所以这个是第 i 颗。所以下标绝对要非常的清楚，才有办法那个把整个式子把它布线布得非常好。吼，好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Python 演算法，好，还是老问题哦，就是说这个跟前面一样，把 down 6万笔下来，然后再把它 normalize。所以这个没问题啊，再来一样，这个跟前面一样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后来那个蔡博士在跑的时候发现怎样，他要跑到1000次了，他跑到1000次，有没有看出来？好，所以 pick up 100个1000个 data from the training image and the training labels， 那其实它比较偷懒哈，如果把它取更多的 learning data， 整个系统效果会更好啊，因为在写的时候就要赶快写完又做测试，然后赶快把程式抛给大家分享哦，所以就必须必须做一些精简哦，是 ready to run
1000个 epoch and 什么 decide learning rate 是0.001所以用0.001这个是蛮小的蛮小的这样那这个 data size 都一样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 data size 都没变没有变所以那我们这个 hidden layer 用100颗 neuron output 还是一样，本来的题目规定就是10个 neuron 跑不掉所以中间规定一个。那如果说各位后面有兴趣，你中间把它改成是100再连50个，再多一个 hidden layer 所以也可以那看看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当然就是可以自己去试试看。那再来一样，所以一样这个 x 还是一样，我们的 x 还是用来塞这个784的这个 input那这个 y 的话怎么样，还是用来塞我们的 output塞我们的 output 的一个变数这样所以那 weight matrix 的话还是一样就一开始这个 hidden 的那个 hidden 你可以 hidden layer 的矩阵是什么，等于是784乘以100，784乘以100这个同学要注意一下，784乘以100这样他用784乘以100这个好了，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比较不喜欢它这种写法那到底如果换成100乘784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各位再去看一下，应该784是还 OK 的，因为784乘以每一个是10的它乘下来这个好像不太 OK 的反正转来转去你整个那个系统的那个 transfer 那个把它transfer 对就好了好，所以原则上那最后的这个 weight 它的 weight 就是100乘以10，100乘以10好，那这个前面都类似那问题就是它前面没有讲清楚，就是说当我一开始 initial weight 嘛，所以它是选了一个 seed 是10那这个演算法你跑的时候自己去看看是不选10可不可以就是说用一个那个种子乱数呢去让它 initial 产生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2个矩阵就这2个矩阵的那个里面的 weight initial 的 weight 它这个当初这个蔡博士的做法是用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做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跑了，一样的方法这前面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 hidden 的那个 output那 hidden 的那个 physical output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这样 assign target 就把它塞成这样那最后呢一样也是把它所计算出来这一层计算的那个结果呢把它加总起来变成它的 physical output。 好，那再找它的 error 就是 error 也是一样就这完全都一样，所以它的数学行为都几乎差不多一样的那差不多一样呢我们就开始怎样 prepare for the output layer 好，所以就它这个是 prepare the output layer， 然后呢准备怎样再来跑它的那个什么呢decide 它的那个什么 physical output is equal to the target。 好，所以这个也是跟前面 bingo 4就加1好，这个4就加1那如果不是怎样，不是我们就开始往下改好，所以这个很麻烦，因为它这个演算法比较复杂，我刚刚特别画了图给你们看，有没有？因为它跟后排有关有没有？它就 update 那 update 完以后呢它就开始 update 所以 also based on the strategy of backpropagation the weight in the 什么 hidden layer connecting to the 什么这个 concern 的 neuron 的 will be 什么 update 都按照这个复杂的公式复杂公式去改它去改好，那改完以后呢我们来开始跑分呢，跑看它结果怎么样好，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中间因为细节太多了所以就没有再去 snapshot， 我最后就看看我们跑到第1000次的结果，第1000次的结果有没有？所以 after running 1000个 epoch the correct rate is near 81，不好嘞因为他不想跑了就是说他认为把这个意境给同学们知道就好了所以 if we want to improve the correct rate more epochs are needed， 就是要继续往下跑，也许那个正确率会高。那你会讲说这个好像比前面的 least mean square 还要差，好，那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它的那个 fault tolerance 的能力，它到底有没有 improve， 我们往后看往后来看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来测，就说已经跑完结束了，他那个是一面跑一面看那个跑的当下对不对，他一直加总。那我是建议说他1000次完了以后回头去检查那1000次对不对他没有这么做，只有在这一次是这么做的，全部跑完了随便再把这个他的那个1000个 data 里面呢挖怎么样，挖20个出来去检查，好，就说20个 testing sample are selected from 这1000个 training data to test final 这个 neural model， 发现90%，比前面差了一点点呢，前面是几乎100%，
那可是问题来了，就说那我如果选择不在那1000个里面的话，会怎么样？哎，发现还不错，20个 test sample are selected out of 1000个 training data to test the final neural model。哎，发现怎么样？哎，好多了。We can fi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 对应的结果呢 is better than before, whose correct rate is near 80%。还不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说这个 model 怎么样 ？So that is the ability of fault tolerant or error correcting 呢 is getting better。也就是说，它的网路层越多的话，你训练够，因为它这个是后来只训练1000次，他不想再训练下去了哈。那如果说那甚至 data 量也不愿意花更多，因为每次跑要跑很久，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意境给各位同学看一下就好了。所以这样跑出来结果发现，它的那个 torrent， 也就是说，那些 data 他没看过的，它变强啊，因为它的 weight 可以吸纳啊，因为 weight 越多可以吸纳越多的不同的变化啊变化，所以只要在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把 learning data 怎么样放多，认更多啊，那第二件事情让它那个 epoch 的那个认的次数更久的话，理论上它的那个正确率会更高。就像说我们读书读一遍不熟，再读第2遍，读久以后那个书就会变成是你的啊，你的一模一样这样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那书读越多的话，对那个变化型的题目你就越来越不怕，因为几乎差不多被你看过了嘛，被你看过哈，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 Neural 它本身有这样的一个优势，这样哈。好，所以我们这一章是很辛苦，非常辛苦哈。那但是如果各位同学拿到 source code 以后，好好的去跑它，去了解它的话呢，我想你们的收获也会是最多哈。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套新路的课程里面，希望同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所做的努力，那希望大家也一起努力。好，那我们这一章就先在这边结束哈。好。